大家好，我是牛牛菜。很多人呢想要轉職學電，第一件事情呢可能就會問，那我要先去當水電學徒。但是你真正要擔心的，可能不是你吃不吃得了苦，而是你吃了苦，花了時間之後，才發現那個工作環境根本就不適合你自己。所以呢，今天這支影片我先不教技術，我想要帶你看清楚，學了電之後，除了水電學徒之外，還有哪6種職業路徑你可以走。而今天呢，你也不用一下子就決定方向。但是至少你要先知道自己不是只能夠從那個最常聽到的工作開始。等一下呢，我會用最簡單的方式帶你看一下這6種職業方向，實際上呢會走向什麼樣的工作現場。而這每一種現場，除了每天遇到的問題不太一樣之外，適合的人與第一年該練的東西也都大不相同。你聽完之後呢，再回頭想，你比較適合哪一種現場，比較想要練哪一種基本功。先說清楚，這6種呢沒有排名的差別，也沒有哪一種一定比較高級。你要看的是這個工作現場你能不能夠接受，還有第一年要練的東西你願不願意練。我先從我們最多人想到的施工開始。第一種呢是施工，你一早進到還沒有封板的裝修現場，牆上呢是管線，地上是電線，旁邊放着開關、插座、配電箱，而師傅指着牆面跟你說，這一路是插座，這一路是燈，冷氣呢要另外留。這種現場呢，就是很多人想到的建築水電，它的成就感呢非常的直接。你會看到管路怎麼配，電線怎麼拉，而且燈最後是怎麼亮起來。但是施工呢也非常的現實，它很吃體力，吃現場的經驗，也很吃你們能不能夠適應工地的節奏。如果你喜歡動手做，喜歡看東西從無到有，施工呢就會很有感覺。而我們第一年呢，先練了3件事情。第一件呢是看懂這個回路在控制什麼，第二個是開關、插座、燈具的基本接法，第3個則是斷電、驗電以及安全確認。施工的核心呢是把圖面上的一點一線變成現場實際存在的回路以及設備，這是一種把東西做出來的技術。而第2種呢是維修，維修的現場呢通常是東西已經出問題了，而客戶打電話過來只會說，我家一直跳電，插座呢突然沒有電，燈呢一直閃。你到了現場呢，不會有人把答案寫給你，你要看配電箱，要量插座，要判斷是設備壞掉還是線路有問題。而維修最值錢的地方，不是你會換多少的材料，是你有沒有判斷的順序。很多新手呢，一開始會急着換東西，跳電就換斷路器，插座沒有電就換插座。但是真正的維修不能夠只靠猜，你要一步一步的把範圍給縮小。如果你喜歡解決問題，喜歡把混亂的狀況給查清楚，那維修呢就會非常的適合你。那我們第一年呢，大概會練這3件事情：第1，電表；第2，鈎表；第3，分段量測。因為維修呢是一步一步把問題找出來並且解決的技術。而第3種呢是設備，這種現場呢常常會在工廠、產線、機房、設備間。你想象一下，一個機器突然停了，在旁邊的操作員跟你說，剛剛還可以動，現在按啟動呢都沒有反應。那你要打開控制盤，裡面有開關、接觸器、變頻器、端子台。這時候你要看的已經不是有沒有電，你要知道訊號為什麼沒有進去，保護裝置為什麼沒有跳，馬達為什麼不動。這條路呢比較適合對於機器邏輯、設備運轉有興趣的人。你看到機器停住之後，會想要知道它到底是卡在了哪一個條件。那如果你是這種人呢，那設備這條路你可能就會越學越有感覺。而第一年呢，我們也不是要去學很深的 PLC， 我們要練的大概是這3件事情：第1，馬達的基本概念；第2，控制回路；第3，保護設備。而設備的核心呢，是要看懂一台機器為什麼會動，同時呢，也要懂這台機器為什麼會停下來，是屬於與機器對話的一種技術。第4種呢是系統。當你走進一家店面，老闆會跟你說，監視器沒有畫面，門禁刷不開，手機的遠端呢連不上。而當你打開弱電箱，裡面有的不只是電線，還有網路線、交換器、NVR、變壓器、控制器。在這種現場呢，不能夠只問它有沒有電，你還要看訊號有沒有通，網路有沒有連，設備的設定有沒有跑掉。所以系統這條路呢，比較適合對於電腦、網路、設備設定不排斥的人。它不一定每天都像是傳統施工那麼出眾，但是它非常的考驗耐心，因為問題呢常常不是壞在一個你第一眼看得到的地方。而第一年呢，我們大概會練這3件事情，包含第1，網路線跟 RJ45；第2，側線跟 POE；第3，監控門禁的基本架構。而系統的核心呢，是把電、設備、訊號給串聯在一起的技術。
第五種呢，則是能源。前面的那幾種呢，很多都是在處理電已經送到現場之後的問題，包含插座要怎麼接，設備怎麼不動，監控系統為什麼沒有畫面。但是呢，能源這一條路，你在看的角度呢，會再更往前一點。你想象一下，一座太陽能案場發出來的電要怎麼接進供電系統？一個變電設備要怎麼把電壓轉換成可以配送的等級？而一段配電線路出問題，要怎麼保護、隔離，以避免它影響更多的使用者？這種工作呢，看的就不只是某一個插座、某一台機器，你要看的是電怎麼產生、怎麼變壓、怎麼輸送、怎麼保護，最後呢，怎麼安全的送到使用者手上。所以這條路會比較靠近電力公司、電網維護、變電設備、輸配電、太陽能併網、儲能系統這些方向，它也比較適合願意補基礎、願意慢慢理解大系統的人。而第一年呢，要練的3件事情就是：第一，基本電學；第二，電壓、電流與功率；第三，配電跟儀表量測。能源的核心呢，是把視角從怎麼用電拉高到電怎麼安全的產生，並且送到使用者手上的。第6種呢，是管理。這條路很多新手一開始想不到，因為大家會覺得學電就是要拿工具下去做，但是你到工程現場看久了，會發現有一種問題不是單純接線就能夠解決的。圖面改了，材料還沒到，前面的工項還沒有完成，後面的工班就已經在等。業主又臨時說這裡想要改位置，這種時候現場不是沒有人會做，是事情沒有排順。誰要先做？材料什麼時候會到？哪個地方需要先確認？哪個工項不能夠先封板？哪一個修改是會影響到後面的配線的？這就是工程管理會遇到的現場。你手上呢，不一定是電表或鉗子，可能是圖面、材料表、進度表，還有一大堆需要協調的人。但是呢，我也要說清楚，管理呢不是不用懂現場，反而恰恰相反，你要先懂得現場跟工班講話才會有重量。而如果呢，你是喜歡整理、喜歡溝通、規劃的，也願意理解現場怎麼做，那管理這條路呢就可以考慮。而第一年呢，大概會練這3件事情：第一，看圖；第二，認材料；第三，看懂施工的順序。而管理的核心呢，不是站在旁邊指揮，而是你要看得懂現場到底卡在哪裡，你才有辦法呢把事情給排順。所以呢，今天介紹的這6種方向呢，其實都跟電有關，但是每天呢面對的現場其實都差得非常的多。施工是要把東西給做出來，維修呢是要把問題給找出來，設備呢是要看得懂機器怎麼動，而系統呢是把電、訊號、設定都串起來。能源呢則是要理解更大的電力系統，而管理呢則是要把工程現場給排順。所以呢，新手一開始不要只要問哪裡有師傅願意收，你可能要先問自己這3個問題：第一，我比較能夠接受哪一種現場；第二，我比較想要解決哪一種的問題；第三，我的第一年願意練哪些基本功。因為呢，你選擇的不只是一個職稱而已，你選擇的是接下來你每天都要面對到的現场。這個呢，也是我接下來想要做更多影片的原因。我不希望你只是看到一堆零散的影片，今天學電表，明天學配電箱，後天學漏電，再來呢又看到馬達、配電盤、太陽能，看到很多卻不知道自己正在往哪裡走。所以呢，之後我也把內容整理成一張比較大的技能地圖，你先知道自己比較想要靠近哪一種職業方向，再回去看那一條路需要哪些的技能，最後呢再回來看對應的影片、文章，再來練習。這樣子呢，我們學電才會變成一條路，而不只是一堆零散的知識而已。如果呢，你現在正在學電或者是轉職的路上，歡迎把這支影片存起來，也歡迎你留言告訴我這6種方向你最想要了解哪一種。下一支影片呢，我會先從新手共同的基本功開始講。不管你未來學哪一條路呢，這些電學的基本功呢，都要先練起來。我是 Engineer 蔡，我們下一集再見，拜拜。